全部都被杀害了，然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对，他又说他喝醉，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前一晚有听到夫妻吵架的声音。欢迎来到海带，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今天又到了社会时事议题的单元，今天有喜娜主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松坡遇害事件。又是松坡，我们把松坡营造的很可怕，真的，我们好多案件都是松坡。我们自己住在这里啦。对，位在首尔东边的松坡区的这个地方，事件是发生在1990的6月2号。这一天的清晨呢，有一个金爸爸晚上一直喝，然后就喝得很醉，喝得很忙，回到家里头就很晕嘛，就想要喝水，所以他就叫他的老婆，那个老婆拿一杯水来。结果都没有人回应，他就又叫了一声，但还是没有人回应，他就想要奇怪，怎么都没有人回，然后就发现呢，他的老婆就是这个金妈妈，全身胁迫的倒在地上，他就很紧张，然后又匆跑到那个小孩房间，他总共有2个小孩，就发现呢2个小孩也都倒在胁迫中，都倒在他们自己的床上。而且呢，当下是没有金钱消失的，也没有外人入侵的迹象，老婆跟小孩全部都被杀害了，然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对，警方就开始调查这个案件嘛，因为没有外人入侵的痕迹，那最大嫌疑者一定就是这个金爸爸。然后他又说他喝醉，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首先呢，警方查到这个警卫说呢，前一晚有听到夫妻吵架的声音，而且有乒乒乓乓哐哐的声音，就好像有丢东西，听起来看是有扭打的声音。而且呢，这个金爸爸因为他说他喝得很忙嘛，他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全家已经被杀害了。警方当时发现到现场有一个刀子，沾满了血迹的刀子是放在这个金爸爸旁边的，地上还有掉落的发夹，而且呢，这个金爸爸的手表上面还有血迹，所以警方当时第一时间其实就在想说，是不是他前一晚喝太醉，然后跟老婆吵架，吵到就把全家杀死，这样子的合理的怀疑。可是呢，这个金爸爸就回答说，他真的是一点记忆也没有，他就说他喝得太醉了。接下来就来聊这个凶杀的现场。9岁的儿子呢，身上尸检的报告显示呢，用刀子刺了4次的刀伤，然后用筷子刺了9次。筷子？还有用筷子刺的痕迹。但是呢，他的手跟脚都有反抗的痕迹。然后嘞，11岁的女儿，她被刀子刺伤了3处，她的胸部跟背上也都有反抗的痕迹。通常就是被杀害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就是反抗痕迹，这个是很自然的。这2个小孩非常明显的就是他杀嘛。非常诡异的是这个金妈妈，因为呢她的胸部上共有14处被刀刺伤的痕迹，可是她没有反抗的痕迹。是不是很诡异？而且呢，14个刺伤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就代表说是同一个方向一直狂刺。这是当时警方找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点。警方分析说呢，这个刺伤是完全没有犹豫的狂刺的那种。再来呢，还有证据显示说，放在金爸爸旁边的这个刀子上有妈妈的头发，房间的门把的手把上也有妈妈的血迹。然后呢，这个儿子手上有妈妈的头发，而且是有血迹的，所以你有猜到凶手是谁吗？妈妈发狂。对，就是妈妈杀了她自己。妈妈发狂把小孩杀了，然后再杀了她自己。对，就是这个金妈妈，她就是自己刺伤自己，所以她才没有反抗的痕迹。10几刀对，她刺了她自己10几刀。你知道她目的是什么吗？她有服用禁药吗？她没有，她的目的就是要嫁祸给金爸爸。可是插进去要再拔出来，而且是毫无犹豫的狂刺，所以以后嫁祸别人要从各方面刺，还要点防御性伤口。对，最后的结论，凶手就是这个金妈妈。好，讲完了。没有啦。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我接下来要讲理由了。起源呢是这个儿子，他这个9岁的儿子，小学上学的时候有那个健康检查嘛，报告说他的血液是 A 型，可是呢，这个金爸爸跟金妈妈都是 O 型，所以是生不出 A 型小孩的嘛？对 ，O 就是 O 啦。O 一定会是 O， 还不是离组的。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夫妻就开始产生嫌隙。金爸爸他很明显，他就是怀疑这个金妈妈外遇，他就开始跟他吵架嘛，然后2个人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纷争，甚至这个金爸爸他开始尾随金妈妈。金妈妈开了一间药局，金爸爸就会每次都在他的药局门口看他的外遇对象到底是谁，他就是要找他的小辫子。疑心病就越来越重，然后导致2个人就开始越来越不和。还原一下事件当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一天呢，金爸爸就喝得烂醉，回家之后嘞，就跟金妈妈开始大吵特吵，开始乱丢东西。金爸爸就丢东西还一定要砸金妈妈这样子，所以这个金妈妈就非常的不爽，决定呢把他拖到房间让他睡觉。一气之下呢，就决定犯行。
他首先呢，先去了儿子的房间，把儿子杀害了之后呢，再去女儿房间把女儿杀害。最后呢，他就是如同尸检报告说的，就是他就用刀子刺向他自己，再把满血的刀放在这个金爸爸旁边，就是为了要嫁祸给他。你是说他在刺了自己这么多刀了以后，然后再走向老公，对，然后把刀放在旁边，然后再出来再躺着。对，他在快断气之前呢，把那个刀子放在他旁边之后，然后自己再走到客厅倒下，毅力惊人。这是警方还原的当下。犯罪心理学家表示说，就像你说，他的毅力惊人，多么的痛苦。这段日子以来，就是她为了要让丈夫也体会到这几天来的怨气、冤枉这些痛苦的感觉，所以就决定犯行这样子。我之前也有听说过什么血型然后不对，可是后来验 DNA 就是他的小孩的事情。我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件事情，这个金爸爸就洗脱了嫌疑嘛。可是呢，警方在尸检报告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金爸爸他的血型其实不是 O， 他是 A 型。所以他老婆根本没有外遇，那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才会是 A 型。因为金爸爸说他在小学跟他当兵的时候的健康检查报告去检查血液出来的报告是 O 型，所以他这辈子一直以为他是 O 型，但其实最后报告显示他其实根本就是 A， 所以他老婆没有外遇，他儿子是他生的，一切都是一场误会，但是却杀了全家了。是不是一件很扯的案件？这真的太夸张了。我觉得最夸张的还是要刺自己14刀这件事情。对，他真的是有多痛苦，刺一刀下去我就不行。但我觉得最可怜的是他的小孩，他小孩超无辜的，对，他们夫妻嫌隙都算了，为什么要把小孩杀死啊？而且还是自己的妈妈杀的。对啊，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很扯的案件。这还蛮扯的。我想要简短的补一个，好，因为这个太简短了，我们没有办法另外做一集。但是我又觉得这故事蛮警惕世人的。就是一个警卫波波，他在1楼的停车场，然后他就看到了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在追逐，女生就先从大楼里面跑出来，然后男生也从里面追出来，然后女生就冲上车子，然后男生就疯狂一直敲那个车窗，然后敲以后，他就到路边拿了一根砖头，就把车窗给砸破，然后把那个女生拖出来，他就再把那女生拖到自己的车上，然后放上副驾驶座，把门关起来。当然啊，他跑回他的驾驶座的时候，女生就已经又逃出来啦。男生到了驾驶座上面，他就拿出来了他预藏的刀子，在那个停车场就往那女生狂刺，然后就把那女生刺死了。警卫北北都一路都是在报警，狂刺完以后，他就往公寓的后山的地方逃走。后来就医护人员到了现场，那个女生还活着，然后就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可是她医院的时候就不治了，这样子。后来才知道说，那个男的其实是她老公，而且他们育有3个小孩，是一样的。这个老公他就是有严重的疑心病，他一直都是觉得老婆外遇，然后一直觉得老婆会外遇，然后老婆如果因为在工作上面跟人家吃饭或什么的，只要对方是男生，他就会歇斯底里，然后就会打他。疑心到后来变成执着，到后来变成疯掉，只要喝醉酒，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打他，然后会翻他手，不相信他。我觉得就跟那个老公一样，一开始只是有点像跟踪狂，对，然后后来到变成疯掉。可是这些事情呢，在他们交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点这症状了。只是女生就一直觉得说，结婚了以后就会没事，结果没想到结婚了，而且有3个小孩以后还是这样，就是越来越严重。当天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前一天的晚上呢，他们又吵架，然后吵架的时候，男生当着小孩子的面殴打了她。这个女生她突然之间醒过来，她觉得她自己活在这样子的环境是她选择的，可是她没有办法接受她的小孩也在这样子的环境成长。基于母爱，所以她就跟老公说要离婚，然后所以她拒绝跟她老公任何对话，所以她当天也是待到很晚，待到她老公应该已经要上班的时间，她才回家。进门，她老公就坐在客厅，她就赶快夺门而出。接下来就是后面警卫看到的场面，就是她夺门而出，然后老公追在后面，然后就把她给杀了。然后老公在收到她的离婚请求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把刀拿到车上放，所以就等于是预谋的这样子。总而言之，后来就是爸爸被抓，妈妈也就是走了，而且妈妈那时候还有一个医护人员的影片。잠시만요. 저 얘기들. 가만히 계세요. 저 죽어요. 아니 기다리고 계세요. 잠시만. 저희 병원 얼른 옮겨드릴게요. 저 좋아요. 잠시만 기다리세요.
就一直反复这个话。看了以后就还蛮心疼的。后来还发生了3个小孩养育权，爷爷奶奶就想要争取这2个孙子的养育权这样子。可是女方那边当然会觉得说，有事吗？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杀掉了，然后你还说要养这孙子什么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又要进入法律诉讼这样子。好可怜哦。然后我就觉得小孩子太可怜了，最可怜就是小孩啊，没有错，我就觉得是无辜的。对啊，而且小孩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们那时候就还要带小孩子去做很多的心理测验。然后我有看到另外一个类似的案子，有一个小孩子是目睹妈妈被爸爸杀掉，就这另外一个案子，小孩子对于那部分的记忆是完全空白，太惊吓了，保护机制。就觉得天哪，就是这种夫妻之间失和，或者是男生啊，如果在交往的期间就已经有过度的执着，或是有点到跟踪狂的行为的时候，请女生一定要罩子放亮。他这个症状只会越来越严重，他不会在你的婚后消失的。我那时候做这好几个恐怖情人的案子都是这样，我看完这些脚本我都没有要做。但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恐怖情人的案子，请大家就要注意一下。我真的觉得罩子要放亮，结婚前，结婚后不会改，它只会越来越严重。没错，没错。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为大家所分享的社会单元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 day， 开启小铃铛，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拜拜拜。